在浙江温州农村的一片菜地里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。他身形高大，头上长着一对短角，看上去既像鹿又像牛，既像羊又像驴。大多数村民们都没有见过这种怪物，当然也有见多识广的老村长看到后惊呼是四不像。这头怪物在被人发现后，居然表现得异常胆怯，像个无头苍蝇似的，一头扎进了农户家里，躲到墙角不敢出来。那么村民所说的四不像究竟是一种什么动物呢？这里是万物灵，欢迎关注熊探长带你探索有灵万物。提到四不像，民间有许多关于它的传说，认为它们是天马的化身，喜欢在群峰之间来回跳跃，神通广大，无所不能。甚至在一些古书中还记载说，它们是天马，常常奔腾在莲花峰之间，皮毛上泛着金银色的光泽。出现的时候，脚上有五彩祥云围绕，速度之快，一瞬间就可以越过数十座山峰。不得不说，古人很有想象力，描述的形象逼真，还自带氛围感。四不像心里应该在想，一下子就能越过数十座山峰，我自己怎么不知道？提到四不像，大家最熟悉的莫过于《封神演义》里姜子牙的坐骑了。不过不难看出，这哪是什么四不像呀？不就是普通的麋鹿吗？既然姜子牙的四不像是麋鹿，那么这次出现在浙江温州的四不像也是麋鹿吗？他这副黑漆漆的模样和麋鹿的差距可不是一点半点啊！首先，麋鹿全身是棕色的毛发，看上去体型还有些壮硕，而这只四不像全身都是漆黑的短毛，只有脖子上有一撮金黄的毛发，而且体型比较瘦小，看上去像一头小黑熊，又像一头毛驴。当然，最显眼的还是它们头上那一对角。麋鹿的角长且弯曲，又多道分叉，像一双张开的手掌。而本次出现的四不像只有两只短小树直角，倒是有点像山羊角。那么它们为什么都叫四不像呢？其实四不像还真不是说某一种动物，而是很多长得比较相似的动物总称。比如麋鹿、驼鹿、驯鹿以及羚牛和猎羚这几种动物，都可以叫做四不像，因为它们既像是牛、羊、马、驴的结合体，又不是这些动物中的任意一个。别看人家叫做四不像，严格论起来，它们大多属于牛科和鹿科。而这次发现的四不像，因为在体型上和山羊类似，后颈部又长着长长的鬣毛，所以被叫做猎羚，属于牛科动物。从生活习性上来说，得益于他们老祖先顽强的生命力，给了后代健壮有力的四肢，所以他们常常生活在海拔3000米左右的山林中。森林里高大的树木既是天然的隐蔽场所，结的果实又是他们的食物来源。虽然猎羚的名字会被人误以为是羚羊等羊亚科动物，但是猎羚可不是软弱的小绵羊，它们喜欢单独觅食。不论是四肢强壮的雄兽，还是雌兽和幼崽，都继承了这一独立的品格。即便需要多找些伙伴壮胆，它们最多也是3-5成群，不会再多，仿佛天生就是不合群的孤独症患者。有人说，羚类动物大多都很聪明，这大概就是天才的孤独吧。不过，真实的原因更可能是为了减少被攻击的可能性，毕竟目标群体越大，被天敌发现的可能性就越高。实际上，猎羚出现在人类居住地附近是比较罕见的现象，因为它的栖息地主要是大树下、灌丛间、山洞里。简而言之，就是哪里偏僻住哪里，哪里隐蔽住哪里。一般来说，这些就是它们固定的觅食地点和休憩地点了。家和觅食的领地固定并不奇怪，毕竟它们是一种比较胆小的生物，很害怕遇到天敌和人类。不过，连大小便都有固定的厕所就很古怪了。难道它们也和人类一样爱干净？其实这是因为猎羚是路痴，它们在外出的时候，只要不是遇到危险，绝不会轻易改变行进道路。它们就是害怕迷失在森林里，而排泄物作为大多数动物标记领地的手段，却被猎羚拿来当作路牌。由于粪便和尿液里具有它自己熟悉的信息素，只要闻到就能够指引自己回到熟悉的地方，以免迷路走失，进入到老虎、野狼等天敌的领地中。然而，如此胆小又路痴的猎羚，虽然看上去憨憨傻傻的，却是一种喜欢挑战自然的动物。
这一点从他们生活的地区就可以看出来。他们虽然喜欢生活在森林里，但是这些森林必然要有崎岖的山坡或者陡峭的岩石，因为猎灵是一个个攀岩高手，他们生长在高山之巅，走悬崖峭壁就像走平坦的草地那样轻松自如，乱石如云，在他们眼里也不足为惧。难怪古人将其誉为天马。猎灵能够奔驰在乱石峭壁间也是有原因的，这是因为它们有4个强健的天足。猎灵的蹄子和普通动物的不同，别的动物一只脚上可能只有1个蹄，而它们一只脚上却有2只蹄，前端尖，后端宽，四周有角质围绕，蹄子中间比较柔软，这样的结构能让它们的蹄子形成一股吸力，吸附在岩石上，类似于吸盘。另外，它们的蹄子还具有一个很敏感的神经器官，这个敏感的器官可以将它们在脚底感受到的状况直接传给中枢神经，再由中枢神经传递给控制系统，最后传给肌肉组织来保持身体平衡，防止跌落在乱石间。这也就能理解为何猎灵能在岩石上奔跑得如此轻松自在了。至于为何有时会在山下看到它们，可能还真是迷路了。因为猎灵是不喜欢到人类聚集地觅食的，所以它们主观上并不愿意跑到人类的家里，而它们一般不会改变觅食地点。假如改变了，那应该是遇到天敌追杀或者自然灾害，让它们不得不改变原有的路线。加上它们本身还有可能是一个路痴，无意间跑到人类聚集地也有可能。所以，如果有人再在村里看到它们，也不要过于苛责了。毕竟人家自己也不想啊，而且每次一出来就被围观，还有劳烦消防员送自己回家，这可是明星都没有的待遇啊！但令人遗憾的是，猎灵的天族能逃过残酷的自然选择，却逃不过人类的私欲。据2020年的数据显示，猎灵在过去10年中的数量正呈现显著下降趋势，在他们过去的3代中，已知有30%的数量是非正常死亡。这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人类的猎杀。好在我国也在跟进这方面的措施，例如将其列入法律保护、划定保护区等，让猎灵回到他们赖以生存的乱石岗和悬崖峭壁间，或许是一个更好的选择。因为越是复杂、难以生存的自然环境，对他们来说就像是天堂般的存在。他们的确很聪明，懂得越是安逸的地方越是危险重重。贪婪的人类会猎取他们的皮毛，杀害他们的同伴，而大自然却不会。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灵，欢迎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您的关注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。